买了一辆阿维塔07 Max 啊，正式提车也开了一段时间了。从这辆车提车以后，我就一直觉得这辆车，我觉得它更适合你。为什么？为什么更适合你？看如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虽然很严肃的说，它相比于阿维塔之前的11和12，这辆车它确实别管说是在什么实用性啊、定位开口这些方面，包括说价格，它都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最务实的阿维塔，是吧？对。然后呢，也是反正带来了很高的销量。但实际上你要知道，阿维塔这个品牌，它从诞生之初，我觉得它就与所谓的设计风格调性其实分不开的。没错吧？对，一直所谓的崇尚这种就是设计美学，你无论是说它这种说外形的这种说特性啊，包括比如说内饰这些风格设计、配色、用料这些，我也一直都挺喜欢它设计的。确实也主观喜欢是吧？不光你，其实我周围有很多，尤其是比较喜欢艺术的，或者比如说追求品质这些人，就都挺喜欢的。像我这种糙人，其实倒还好。所以你买了车之后，我就是疯狂的想要一起试试。是啊，然后不光是这点，再有我觉得其实它的定位上也比较适合。为什么定位上比较适合？因为你看，其实现在整体在市场当中，大部分的车企主流的产品都是瞄向那种居家呀、实用性啊、什么空间啊这些硬参数，对吧？这些东西。但其实你看，像阿维塔这个品牌，就像我说，它其实一直没有丢掉它这种说风格特性，对吧？所以说这辆车的话，其实我觉得考虑以你的用途来讲，就日常基本上以自己一个人开为主，偶尔可能说带带家人，然后呢，日常出去的话，可能也不会去一些什么特别远的地方，然后呢，不会拉特别多行李，可能偶尔就是你拉着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装备，对，小箱子或者是琴什么的，实用性足够是吧？真的是足够，对我来说足够，对你来说足够，对。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就是呢，因为它搭载了全新的华为乾坤的这个智驾系统，而且是2个版本啊。像我 Max 搭载是带激光雷达和城市 NCA 的这个3.0版。然后呢，今天呢，咱们正好又找到了一台刚上的叫做 Pro 加的搭载 ADAS SE 版本的主视觉方案。所以呢，咱们可以充分对比一下，对吧？咱们一起开嘛。就是你觉不觉得，其实，在当今自动驾驶辅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虽然说咱不可能说它一定完完全全能够取代人类驾驶，但确实你觉不觉得，就是在比如有一些情况之下，比如比较累了，相对来说疲劳或者什么的时候，有时候它可以帮你起码基本上搭把手。是搭把手肯定是没问题，高速的时候了，尤其是对。不光是高速，包括比如说，对吧？像咱们最近也比较辛苦，对吧？白天拍完片，然后晚上要剪辑什么的，对吧？在这个通勤接驳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啊，像华为这套系统也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算是试过做挺好，对吧？是，对。所以这个车看完之后什么感受？感受就是我准备拿 X5 跟你换了。X5 跟我换啊？对，行，这辆车直接开走。不过你 X5 我倒不稀罕开啊。行吧，废话说这么多啊，还是啊，既然咱们是非常严肃正式测评。今天呢，我就决定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全新阿维塔07这款车各个方面表现，包括2个功能配置的版本，包括自动驾驶辅助方面，以及说这款车就是它为什么可以说实现了给阿维塔开创了一个新的大需求开口的这个价值。行吧，那下边主要我来讲，但是演示你一会儿你帮着大家来呈现一下，好吧？好，行，接下来交给我来跟大家去从性能开始讲起。阿维塔07这一次它的动力线其实还是比较广的啊，既包含有2驱版，也有4驱版，既有增程版，然后也有纯电版。然后我们呢是选择在其中，我认为啊，相当于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版型，也就是一个后驱增程版这个款。然后呢，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也就是一个北京刚刚入春，整体来讲早上起来赛道还比较寒冷的这种条件之下嘛，它是跑得了6.9秒破100的成绩，应当说这个值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明确告诉大家，这个成绩只是以我们的高位电量平衡点去跑出来的，大概的 SOC 呢是在75%到80%之间。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气候条件更好、更温暖，或者说如果电池电量更高一些的话，有可能啊理论上它还能跑出一个更快加速。但至少我觉得这个成绩吧，对于那些如果日常不充电，仅仅拿它作为说油车平替用户来讲，这应该是能代表阿维塔07后驱版这辆车它的一个比较真实并且持续性的动力水平。再往下啊，制动成绩特别好，100公里每小时到停的刹停距离仅34.6米啊，特别稳健，这点是可以提出明确好评的。再往下呢，就是操控。这辆车的话呢，我就把它驶上赛道，它的圈速其实并不能够完全反馈这辆车它的这种综合的性能或者操控性，在于什么？就是它的稳定程序是非常保守的，基本上就是你在出弯的过程当中，
总体上你只有当把车头已经摆得比较笔直了，基本上接近于直线的状态下，它才能够允许你的动力性是比较全面的去释放。而且即便如此，因为说它增程器的这个加载的过程，它是具有一个时间的，它是这样逐渐上来，不是瞬间就起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一定程度也让它的加速出弯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1分08秒多的这个圈速，主要是受制于说它这种比较舒缓的动力的释放，其实拖了一点后腿。但是如果咱们单纯只聊极限，或者说在这种极限的边缘，它的这种取向的话，应当说啊还是非常可控，而且极限很高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要是今后厂家能够给它去推出一个更加运动的版本，也就是稳定程序啊，咱们可以不用这么的保守的话，那其实我想说还可以更加充分的去释放这辆车它的这种运动潜力。当然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像阿维塔07这样的车，如果比如都是像我们同事大漠这样的，对吧，以日常开为主，可能也不是那么追求激烈驾驶的话，目前这辆车它的这种性能表现，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用的。说完了激烈驾驶啊，可以说一说跟一般的用户可能更加紧密关系的日常驾驶。首先呢，先是驾驶性。阿维塔07这辆车呢，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增程式的布局，所以本质上它是一辆电驱动汽车。所以别管说是响应啊、平顺性啊这些方面做的都相当好，尤其是驾驶模式，当你给它放到推荐的舒适这个模式之后，这辆车在各种方面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开的。别管说是它对于你 TP 啊、T-POW 的这种的响应，包括说你刹车时候它的这种说 CRBS 介入，都是比较的及时，而且线性均匀的。甚至于说，包括像转向手感也是啊，就是它舒适模式比较轻便这一档，低速比较轻盈，高速也能够比较沉稳，去建立一个很好的中心感。然后再说方向盘啊，阿维塔它的方向盘呢是一个椭圆形，而且是包含上下盘幅的。它相比行业当中现在那些仅仅是半幅的，只有下边一圈那种 yoke 方向盘啊，相对来讲其实还是更好适应的。起码说你在紧急驾驶情况之下，你还是可以抓到它上盘幅，实现这样一种圆轴操作的。再往下啊，行驶品质、隔音静谧性两个维度，我觉得都可以给到好评。总体来讲，就是别管说大小震动，这辆车它的底盘都会表现出比较强的韧性，而且比较干脆，完全没有说那种特别拖泥带水的那种风格。甚至我想说，跟可能早期阿维塔的某些车型相比的话，它底盘真的是要利落很多。不管是竖向，包括比如说转弯、并线等等之类的，它基本上都是说一气呵成的啊，没有那种多余的拖泥带水的这种多余的摇晃。再往下呢，静谧性也是风噪、路噪、环境音的隔绝做的都比较好。唯独吧，就是还是啊，咱们非得要挑出点毛病，也就是说，在你可能电量比较低、内燃机强制补电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要是这种低速如行的时候，你能稍微的察觉点内燃机的动静。除此以外的所有方面，我觉得噪音、震动、平顺性做的都相当好，100分满分的话给90分，绝对没问题。接下来呢，咱们说说能耗啊。作为一个增程式汽车，还是按照以往的规则，分别是城市既测电也测油，然后再测一测高速油几种工况。城市的话呢，是均速27公里每小时，包含城市畅通、城市拥堵、城市红绿灯和强制停驶静息多种工况。先说一说电吧。即便是在当前一个仍然是比较寒冷的环境之下啊，这个阿维塔07的增程版、后驱增程版，它也是可以跑到一个220公里的纯电续航的。而且我相信，就是如果说随着温度上升的话，那么它应该纯电续航里程还能够更好，应该是这样的，按照物理规律。所以说，如果你即便是家里边没有充电条件，你这辆车采用这种1周集中式充电的方式啊，如果你每天的这种规律化通行里程不是很长的话，基本也可以做到1周只充一次电，充一次电管1周这样的使用方式。而且还有一点好，就是因为它现在所搭载的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新的电池啊，它的充电倍率特别高，峰值可达3C，对应大约是100千瓦。所以说它充电还很快，基本上反正你要是一顿饭的功夫，这辆车它就可以充满了，满足你接下来1周差不多200多公里的通勤，这点还是挺好的。电的部分说完了，说说油吧。有些人说这辆车买回去之后我就不想充电，我就想拿它当油车开怎么样？我仍然告诉你非常好，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啊，也是城市这种工况，我们测下来它的城市油耗只有100公里5.3升，而且只需要加注92号燃油。反正你要是说算下来的话，这么大的车，这么低的油耗，即便只加油，它仍然也是非常经济的。至于高速工况呢，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这种
测试的条件啊，尽量以120公里每小时速度去匀速巡航，中间遇到车流稍事减速，之后再恢复120，动态均速超过113公里每小时。以这么苛刻严酷的环境测起来，它的高速油耗也只有100公里7.7升。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开着它去做这种长途的跨省这种通勤的话，你要中间大范围使用到油的话，我想说也还是比较省油的。关于机械素质呢，关于人工驾驶，这些都说完了。接下来咱们要说这辆车它仍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自动驾驶辅助。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确实华为的智驾系统目前行业当中是绝对的第一梯队表现，而且也是有口皆碑的。而这一次呢，阿维塔07它呢是根据不同的版型吧，是采用了不同的智驾方案。比如说这一次为什么我要同场测两个车，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自己买这辆 Max 啊，是带有硬件激光雷达，以及说是能够实现城市 NCA， 也就是开放的道路口左右转弯这个功能的更高阶的版本。而像这个07的 Pro 加呢，它配备的是叫做 ADAS SE 的系统，是一个主视觉，其他功能都带，只不过少了这个功能。咱们呢，先从这个比较基础的 SE 开始说起。它的优点在于什么？主要就是几个方面。第一是说呢，它跟车的节奏，我觉得是特别的舒缓，就是它特别懂中国的这种驾驶员普遍的这种跟车的逻辑啊。第一呢是说，它跟车是比较从容不迫的，不是像有一些厂家可能说是离远了就疯狂加速，离近就开始撞墙式减速，不是这样的。它特别柔和，而且跟车距离比较近，基本上你不用担心说你开着智驾，旁边的车辆就去左右加塞儿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第一点好。第二点就是，它对于说你变线在封闭道路啊，或者说是这种反正至少直线道路，对于说你变线的指令，它的执行也是特别到位的。基本上就是反正你指哪儿打哪儿啊，你扣动这个拨杆的话，它也都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只要是保证安全这种通畅的环境之下，给你去执行并线，包括连续的变线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甚至于说这辆车的话，哪怕说你在这种智驾模式之下，你不是使用它的领航辅助，你说到前面这种匝道口之类的，你只是以人工变线指令拨杆的方式，你都可以引导着它去驶入驶出匝道等等，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其实确实目前行业当中很多车型它所不具备的能力。再有呢，就是对于说道路上面车道的选择的逻辑，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它可以在保证这种安全的情况之下吧，相对的比较迅捷的去选择一个比较相对更加畅通的车道，以去提升你的这种说通行效率。所以即便是这个比较基础的 SE 版，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开放道路口的左右转弯的这种需求，你的日常通勤都是比如说是以高速啊、快速啊，或者说是准封闭道路为主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Pro 加版我其实更推荐你买，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 ADAS SE 系统应该已经是可以比较好的去执行或者满足你对于智驾的需求了。而且这也只是当下，就是如果说随着说时间推移，在未来的话，如果它在经历一些版本的迭代更新的话，我觉得它还有可能推出更多的一些，别管说是功能或者说是这种性能优化，也去更好的去逼近当前的这种硬件的性能边界。这个呢是基础的 SE 版，咱们再往下可以说一说 ADAS 3.0，也就是我自己的这辆带有激光雷达 Max 版。它除了是具有 SE 版的这些特性以外呢，它还可以实现路口开放路口这种说左转和右转这点确实也就是带来更高的这种通行能力，或者说其实也是可以实现基本上是从车位到车位一种准点对点的这种模式。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位可能更懒的驾驶者的话，那么我觉得你的通行环境吧都是以这种开放道路口为主的话，可能你买这个 Max 它可以更好去帮到你。只不过我想明确跟大家说虽然说这么多优点，但是即便如此，在很多场景之下，它还是会出现就是系统其实无法执行到位，它不会玩了，不会搞了，需要你人工去接管的情况仍然是会有的。只不过呢，就是发展到当前一个2025年春季，可能说它提示你接管的时机，通常我觉得是比较早，而且比较及时的，不会像早年间可能说已经到了一种极端危险境地，它就去提示你接管，或者说总是做那些可能无谓的那种尝试，在当前其实我觉得已经不太会出现了。但是因此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像使用现在的这些驾驶辅助的话，你不能完全睡觉也不能完全放松，确实可以让它辅助你，但是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时刻保持可以接管这种说精力和状态，这样就更加安全，或者也是使用智驾系统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了。智能化呢，除了智驾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智仓。
阿维塔07这个车呢，它现在也是搭载了这个华为的这一套系统嘛，对吧？总体来讲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第一是什么？就是反应比较的快。第二点是菜单的逻辑也比较清晰，而且还有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按钮都比较大。所以说，像这辆车的话，其实我也给买了以后吧，给一些可能相对年长的人去给他们使用，他们都反映啊，就是现在这个屏幕操作起来确实是比较好去触按识别，不像有些厂家他那个车要么屏幕小，要么按钮小，要么字体特别小，其实比较费眼神儿。或者说，我觉得像别管智驾还是智仓吧，这也是华为吧目前在中国市场作为目前智能化第一梯队，我觉得它应有的表现。这点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再夸它，不用赘述了。再往下呢，就是配置。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目前指导价更低的这个07 Pro 加版这辆车，真的我觉得跟我自己这 Max 比起来，我是觉得它真的性价比更高的。就是它在一个上市21.990万，然后还带各种权益，反正综合下来吧，20万以内就可以买到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它的这些配置真的是相当高啊。反正各种电动吧，什么加热啊，什么通风等等之类的，什么前排后排座椅，确实是比较温馨。就包括于说像，尤其是如果你做一个女性用户的话，你去使用这辆车的话，在这种说冬天，对吧？比较贴心，不仅仅是座椅加热，包括比如这辆车它还带有这个驾驶座和副驾驶它的这个你说叫腿托也行，或者行业当中有些人把它叫做什么女王副驾之类的，以去更好去给你带来一种更加舒适的这种乘坐和驾驶的条件，一定程度可以舒缓你这种说腿部的应力。前面说完了啊，再往下说二排。这辆车呢，虽然说它的这种车顶的造型是比较这种溜背流线的，但其实它的二排空间还是相当宽敞的。坐进去之后，别管说是腿部纵向还是头部竖向，我想说啊，基本上哪怕是1.8米以上的乘客坐这辆车，你都不会觉得局促，都是特别的舒展，这一点都特别好。因为确实咱们在当前的中国，尤其是在这种说许多城市当中，也许你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口人，但是至少后排的这种乘坐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此，这辆车的话，如果要是后排坐人的话，我想说，基本上各种体型、身高的这种乘客吧，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舒适坐姿。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座椅，别管说是前排还是后排座椅，它本身在这种柔软度、包裹性，以及说是这种动态带来这种说中心感、支撑性这几点做的也都是相当好的。哪怕说是座椅靠背角度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在舒适性层面，别管说是静态舒适，还是说行驶动态舒适，阿维塔07我觉得也是保留了阿维塔品牌一贯的这种豪华表现，我为这个结论负责。最后呢，再说后备箱，确实阿维塔07这款车可能相比于说之前的11啊，它在这种说实用性层面，其实我觉得还是做出了比较多的拓展的，不像11完全可能是为了这种极端的这种设计和豪华感，对吧？可能说是空间上牺牲比较多。而07这辆车呢，它目前啊，其实的后备箱容积，如果你要是跟那些在这个价位完全是主打大空间、实用性，甚至3排座那些车型相比，那肯定是不能比的。但是如果就像我说的，对于那些可能城市一族，对吧？然后年轻比较追求这种时尚啊、生活品质，对于说这些人以自己开为主的话，那么它的后备箱，如果你要只是放置自己的一些小的行李啊，或者说是一些功能用具啊，包括说随身的这些装备的话，那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大木耳，对吧？他因为弹琴，所以说他要是想把琴放在后备箱里，其实完全都不用折起第二排，直接后备箱能放下。对于像我来说呢，我买这个车的话，因为我经常拉自行车，尤其是最近，对吧？刚买了一辆这个闪电的蛇年限量版，这个车呢，反正放到阿维塔07里边要放的话，把后排二排放倒之后的话，也是可以非常舒展放进去。所以我要出去骑车的话，反正开着阿维塔拉着它出去，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哦，顺便可以说一句啊，就是现在也是逐渐春暖花开了嘛，骑车的小伙伴们越来越多。然后呢，如果大家要是说对于自行车这方面内容感兴趣的话，之前好多人都让我去做来说一说，可以啊。接下来我另一档节目38号不止会评车，在那档节目里多跟大家讨论自行车的话题，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去关注订阅。到目前为止啊，关于阿维塔07这辆车，我自己呢是作为车主，然后说我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使用下来之后，我对于它的感受大概就这么多。无论呢是在这种机械素质的测试方面，智驾的这种感受体验，以及说我自己作为车主放到我的日常的实用场景当中，它的这种说功能大概就这么多。而且不光是我，也给家人开了开，包括我们的同事也都充分体验了一下。总体来讲，我们的感觉就是：第一，这辆车的机械素质是相当过硬的。
第二就是它目前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就是在这么低的价格之上，然后还提供了这么高的配置，这么完善的智能化的功能，尤其是华为的加持都特别好。第三点就是咱们说到华为。其实华为它在智能化层面确实是目前国内的绝对第一梯队，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任何人能质疑，对吧？大家会发现它现在也在逐渐的与国内更多的这些车企去寻求合作，无论说是在智能化方面的这种大家的融合，以及说是其他一些研发理念或者说产品的共创层面。据我了解，阿维塔这个品牌，它其实就是一个长安和华为深度共创出来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它的产品，我觉得做的这么的完善，应当说是许多厂家吧，大家合力的结果，当然包括宁德时代电池。所以我想说，就是在当今有许多人都说我们想买华为车，我们想买中国车，我们认准华为，我们相信中国等等等，对吧？这些消费者他们也是经常啊，就在我身边，我总是能收到这样的咨询。我想说，就是如果当今你想买一辆华为车，想买一辆智能化汽车，想买一辆做很好的中国车，我倒是觉得不仅仅是可以去看各种的界。包括比如说像阿维塔这样在新时代华为和其他的厂家深度合作的产品，它可能在许多方面也是可以给你带来一种特别好的，别管是功能体验还是出行品质提升的，让你在获得华为这一切智能化加持的同时，可能还能在比如说功能化、智能化、产品接速等等这方面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的。所以呢，无论是阿维塔这款车，或者说阿维塔07啊这个车型，还是说可能其他的华为车乃至其他中国车，我都推荐大家啊，在当前如果想买车的话，充分在市场去试一试，充分的感受，很可能你会发现有许多车型它会给你带来惊喜的。我为这个结论负责。